喂喂喂喂，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打加一，有声音打加一，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今天提早十分钟，今天提早十分钟上来调整一下设定，不然每次那个设定都有问题。有人吗？连室有人吗？哎，等一下，我的画面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差一点就忘记把我放进来了。感觉不错，不错。有人吗？有人吗？现在看是三个人，三个人。正常8:45才开始啊，但是有时候提前上来设定一下。今天有调整一些东西，今天刚好调整一些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波浪啊，有人吗？有人吗？画面跟那个跟聊天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声音呢、声音这次有调了一下，声音有调了一下，还是 YouTube 旁边8:45，它不会把我的影片播出去啊？先等8:45。有人咩？有人咩？那应该是正常啊，那是正常的。那我们等个8:45。VBN 位，你有在看吗？想问阿发，你刚才问的是阿发 Pick 4月初的选股吧？已经回答你了，我记得我在那个留言已经有回答你了。选到什么 CTSM 嘛，是吗？CSTN CTSM。等一下8:45，等一下8:45。嗯，奇怪，他今天这个对焦怎么对的比较怪啊？有吗？
有7个人吗？现在7个人吗？直播正常打个+1，直播正常打个+1。哎，终于有人来了。哎，安娜 A 人圈安娜。8:45吧，因为我是设8:45，我在想他应该8:45才会把我的那个直播通知发出去，还是已经收到通知了？有人收到我直播通知吗？A 人圈，你有收到我的直播通知吗？画面跟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吧？正常，好像有，真的假的？我设8:45，他8:43要寄给你了，还是他是寄给那个忠实粉丝？大家有觉得今天哪里不一样吗？啊，今天大家觉得今天哪边不一样吗？有人好像进来了哦，还是大家感受不出来？我不知道，之前等8:45再讲啊，8:45再讲。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直播哪里不一样？然后今天喝的是这个蓝色的麦香阿萨姆奶茶，阿萨姆奶茶啊。哎，安娜、达人、丽安娜，哎，加一，房间变大了，乱讲。哎，期货倒挂是什么？什么意思？哎，8:45哦，好像要开始了。哎，好啦，我先跟大家讲，我今天改变哪一些设置，好不好？好像我的画质我调到4K 了，调到4K 了。啊，虽然我这个摄像头啦，我这个摄像头还是一样是1080P 的，所以应该照起来没差。但如果大家看这个画面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啊？大家看这个画面有觉得变清楚吗？有吗？大家还是之前就很清楚，那个直播一直都这么优秀。我自己也来看一下我的直播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了。直播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认真看自己的那个直播，看一下看一下，可以调到4K 吗？还是只能调到 HD 啊？4K 吗？还是只能调到 HD 啊？有那个有这个回音啊。安安今天不是8:45开台吗？对啊，今天没有，今天提前十分钟，上来设定。我今天有调一些直播的设置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画布啊，大家看到这个画布啊，已经变成4K 的啊。虽然我刚刚看一下，好像也只能调1080P，可能要什么 YPP 伙伴，那才会让你能调成什么4K。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看有没有变清楚啊，我不知道，还是没差，还是大家本来就都用1080P 来看。第二个调整就是，这个人数被我调到右下角。好啦，其实最大的调整是声音啦，大家有觉得我声音今天有变大声吗？我这个诱人的声音，我把声音调大蛮多的哦，大蛮多的。因为这一次刚好中秋节回家啊，跟我哥聊天，我哥偶尔会看一下我直播，会帮忙看我一下我直播，我会觉得你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小声？我想说那么小声，因为我都不会去自己看自己的那个，回去看自己的直播啊。之前就是下载下来，看一下，正常，都没认真去看那个声音。有，我看片都用240P，你这个挺清楚的，确定？真的假的？你都看低清有码的哦。好了，认真的开始直播了，人应该来了。第一个，这个 A 人劝问说，这个期货倒挂是什么意思？倒挂是什么意思？就是通常呢，做这种原物料的话，你去做原物料的话，通常我们会看价格，都是看期货。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这3个就是，像这个是5月的这个
石油，对不对？5月的这个油的这个期货呢，价格是91.6啊，就是这个，这个7月的油呢是这个80啊，这个往后面呢，这个9月的油是74块啊，这个其实在金融领域里面就叫倒挂，倒挂意思就是现在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之后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正常你期货是要干嘛？是要去锁住风险嘛，所以未来的那个期货应该都是比现在贵会比较合理一点，会比较合理一点啊。但是现在已经相反了，就现在的那个期货油价是比较贵，那这种通常都是出现一些什么，人家讲叫什么绿倒挂啊，或什么一些什么倒挂，就是市场发生一些问题了才会有这种现象啊，跟你解释一下。好了，今天先讲我发了影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这周疯狂发影片，疯狂发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来，大家来看一下，我发了3部啊，但是流量有点差啊。这2部因为广告类型的，就是 TradingView 跟这个江南银行，就是我一直在用的啊，我就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有用的，我自己在用的。那这支就是还是要跟各位报告啊，这是投资账户记录嘛，就是我把我10档 RSX 的股票换成MU 跟 SanDisk 啊，直播我都有讲，但是影片还是一样发一下给各位了解一下，还有那些原因都在里面。有主播有扫墓，主播有去扫墓。今天扫那种公墓啊，就是大家都同一个姓氏的那个公墓。一年那个扫墓的人越来越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感觉都是那个年轻的不想来扫，好像不是那个老的挂掉什么什么的。那2档现在的损益比呢 ？OK， 那2档现在是看一下，还是亏的啊，买的时间点很差。MU 现在负12%，那这个 SanDisk 是1.62，我加码没什么在选时间啊，我就看起来不错就加了，看一下，还是标一下我的成本价好了，不然每次都会忘记我自己买在哪里。NU 加在这个419.63，哇，加至那么高，1月几号？看一下，419.63，3月23号，换一下，直接一买就跌啊，天生神力有没有？但我这个都会长期持有了，这个短线我也没什么特别选，我比较反正跌就跌啊，我怕它涨上去我没跟到啊，买在这里。然后 SanDisk 买在713.11，换一下。3月23号713.11，买在这里，这只快回去了，主播想请问你之前自选的依然输史蒂芬吗？啊，输惨了，我自己自选的在这里啊，我还是记录着它。目前呢是负3.25%啊，那个 Stephen Crisis 选的是这里，Stephen Crisis 现在已经11%啦，完全跑不赢呐，怎么打？他怎么那么强啊？Stephen Crisis 现在是11.06%，其实我应该都要每个礼拜拍那个投资账户记录的，但是其实我又有影片要上啊，所以就投资账户记录多有空还是会拍给各位。明天搞不好有空来更新一下投资账户记录。安啊，元成安啊，元成，我发现我今天声音变大声了吗？为了跟各位亲近一点，好像在你们耳朵一样，耳朵旁边一样。好啦，大家清明节有没有扫墓？安啊，F3B 安啊，我直播声音调大声了，不然我这个口播类型的声音小声，感觉大家听起来很痛苦。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用那个那什么耳机在听我的直播，还是直接用音响。来，我调查一下，用耳机发起意见调查吗？还是对意见调查？
它不能调整这个啊？可以。用什么听我的直播？这个是耳机，这个是音响。好，发起调查，投票一下，投票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是用什么在看我的直播。上礼拜就少了，川普提前让我过清明啊，确实，我账户也过了一次清明。我看一下音响，然后大家都是用音响主播对 PL 有研究吗？PL 是什么？PL 是股票吗？这个这个吗？你在讲的是这个吗？Planet Lab PBC 这是做什么的？看一下，工业，然后这个 Research Consulting Service Resource Con，好，对，应该讲的一样，同一档。没研究看一下，一年涨了902%，今年涨了81.95%，然后12.42 billion，看一下估值有点高成长性、获利能力跟动能都很好，但 reflation 有点低。看一下 reflation 分析师对他看法是不是觉得他不太行了呢？看一下 reflation 目前五个分析师都觉得他的那个 EPS 会下降，但10个分析师觉得他的这个营收会上升。看一下财报的那个趋势好了，营收确实一直在增加，然后怎么在亏钱呢？怎么又在亏钱呢？亏钱公司在做什么的？一直亏钱，股价可以涨这么多？Operating income 下来，应该 EPS 都是亏的哦，是吗？对吧？这个越亏越多啊，不太妙。但是股价炒蛮高的，没研究在搞啥？这是什么？未来很有什么前景的产业吗？怎么感觉工业，然后做这个咨询服务的，没研究，但看起来没赚钱，不太妙。但是不得不说，那个获利能力跟这个动能还有市场性不错啊，看一下好了。成长性因为没赚钱，下面都没有，只有这个营收是成长的，还有这个能看这什么 working capital 跟 capex 都有在增长。然后看一下获利能力，获利能力明明就很多都很烂，你看这根本亏钱。那同行中位数还是赚钱，它是亏钱，为什么它这个获利能力就很好？这个分数乱打是不是？自由现金流量很高啦，自由现金流量屌打。还有 capex to sale 就是资本支出很高，可能在投资未来这个什么，然后那个毛利率也不错，动能涨很多，SpaceX 带起来的吧？现在大家都是 SpaceX 还没上就先买它的那个周边的股票买一买，是不是？SpaceX 目前可能会是那个最大的一次的公开上市哦，到底能不能射向月球呢？到底能不能住到月球，对吧？住到火星是住到火星还是住到月球？那是要射到哪里？那马斯克现在讲的话我都抖抖的，到底讲真的假的？好，我们看一下新闻好了啦，看一下新闻，很少来看这个新闻，看能不能将赎回流通中的公开认股权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好了，看一下他的那个什么，看这个，看一下在干嘛。公布2026年会计年度营收展望2.97到3.01， 2.97到3.01， 2026 307 million， 2.97，这多久前？看一下，12月差不多啊，那个差不多啊，有达标，还不错。他说过的都成真的确实，马斯克的话不能不信。
那刚开始看起来有点疯狂，没错，好不好？积极推进 AI 与卫星服务，来看一下第四季营收7600到8000，我们看它是不是在胡笑？7600到8000，第四季，哎，到81耶，8100耶，哎呦，还没有虎啸哦，说真的哦，哎，资本支出很高哎，那钱都硬烧下去了，是不是？这个为了射太空要这么硬哦？资本支出是怎样？整个射出去了，是不是？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资本支出这里哦，真的哎，一直射哎，那是什么？看一下，主播感觉美股会涨的亏钱公司是真的吗？例如早期的特斯拉，你说会涨是真的吗？哎，你可以，其实我的逻辑啦，好不好？我还是喜欢买已经涨的，然后那个之后会涨更多的。你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对不对？然后特斯拉看一下最早之前，看这个，哎，这个有点惨哦。特斯拉这个2025第四季的那个车子卖的很差，只剩840了，以前都可以卖这个那么，哎，其实这之前可以卖到7000呢。现在怎么了？没有车可以卖了，是不是？你看，我们认真哎，看错了，看这个损益表，认真来看那个特斯拉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好了。认真来看特斯拉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哇，看不到哎，那用看年报好了。来，我们认真看一下特斯拉，哎，其实一直都在赚呢。看特斯拉从2015就赚到现在，但你看它真正的赚钱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先看这里，哦，看到了，看错了，看错了，看这里，看这里，特斯拉从这里看吗？2018的这个12月，这时候都还在亏，从2019的12月，2019才赚钱，二零一九才赚钱。那我们看一下2019前的特斯拉长什么样子，好不好？认真看一下是2019才赚钱嘛？确定一下，对，2019才开始赚钱，80。哎，我的画质有变好吗？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需要放大吗？这里原本是负的，这个挂号就是负的啊。到这里2019，其实特斯拉还赚钱。那我们看特斯拉赚钱的，赚2019前的股票有没有在涨？ 2019，来，我们就看一下2019啊，2019标出来，用什么拉比较好？日期好了，2019差不多这里，2018 12月31号到2019的2020的2019 12月31，所以你认真讲，就这边2019才开始赚钱，好不好？认真讲，从这边之后哦才开始赚钱，2019赚了80啊，从这一季之后才开始赚钱。那你前面呢？前面其实也有涨啦，刚上市的时候涨完，接下来就没涨，然后接下来就在这里认真后，它真的营收从来没开始进来，从这里啊，2020 1900，2021 6500，这个2022 13000，然后这个8800、8800、7600、4300、4300，所以现在有点下降。所以自己看它最强的时候是停在这个差不多这个2022嘛，2022差不多就是它的高点了，对不对？2022差不多在这里，上不上去了，下来。所以你说真的，你看这个营收进来再追，来不及吗？来得及啊！你看2019开始赚钱后，你这边开始追这个主升段，你也赚得到啊，对不对？所以你说需要买这么早吗？我还是希望等到那个有营收进来，不然，台股的操作模式好像不是偏这样，台股都是一个本梦比。这里你等真的看到营收进来再去追，其实这一大段你也吃得到，也吃得到。2019到2021，2020年后到2021这边都吃得到。哎，今天扫完了对不对？扫墓扫完，我也今天扫。所以你说亏钱公司能不能买？如果你说亏钱公司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买，但是会希望看到营收喷出来，好不好？你先看它上面这里，你看那个特斯拉在喷前，在喷之前，大家看一下，诶，最近学会放大，看到吗？
好像没差有差吗？有放大吗？你看怎么没放大？只有我自己看得到放大。好，反正就这里，先把我脸拿掉。这里你认真看一下，那个特斯拉要喷之前，我先说它是2019才赚钱嘛，才赚80块啊，才赚80块。然后你看它2016、17、18，其实它你会先看到营收往上喷，11000变成21000，变成24000，有没有？所以它这里其实喷了一个很大段营收，但它其实还是在亏钱。那这个时候其实亏钱公司是可以买的，就是你要至少要看到它的营收往上喷，代表它真的有钱进来，对不对？但只是公司的财务要由负转正，也是要一个转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营收喷进来可以买，这个时候可以买。那你看刚刚那个什么 PL 吗？PL 看一下 PL，认真看一下它的损益表。看一下它的损益表的话，你看它营收其实没有到喷出来，你知道吗？如果它这个下一次营收开到个200，这是肯定有叫喷出来。这个，对 YOY 的成长，其实4几%算不错了，也算相较去年来说有喷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那时候喷出来是长什么样子，好不好？那时候7几%、8几%，那时候是这样喷出来的。那现在它这里 QOQ 也没有说到很高。但是YOY 4几还算可以啊，你这样说有喷出来吗？其实算有一点点，但是没有到很强，没有到很强。吴婷雅，如果股票跌50%，主播你觉得该怎么办呢？等一下，通常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他的股票真的跌了50%。吴婷雅的股票跌50%吗？腰斩股票怎么办呢？这有点难呢。腰斩的话，我会先确定那只股票公司到底是有赚钱还是没赚钱。如果他没赚钱的话呢，我基本上就砍一砍。那个婷雅，你知道怎么看公司有没有赚钱吗？我就要先看公司有没有赚钱啊，没赚钱，跌了50%，那也你还继续拿，你要等到它赚钱吗？还是赶快去找其他赚钱的公司呢？投资最简单的逻辑啊，投资最简单的逻辑还是把钱放在一个会成长、会赚钱的公司，不一定要成长，好不好？但它至少要赚钱，因为这家公司一直在跌亏的话，一直在跌的话，它迟早会需要减资，迟早会需要公司的财务总有一天会不行啊，会变成壁纸，人家说下市。但如果一家公司啊，如果没赚钱啊，不是没有成长啊，但它那个还是有在赚钱的状况下，还是有赚钱的状况下，例如很多大公司。他们其实都已经很难再成长，很难再成长，对不对？你看，假如我们看 Apple 还能不能成长，这么大的公司还可以成长，还可以耶。哦，抱歉啊，看年好了，看年好了，还在成长。那我们再找一个 Meta 也可以成长嘛？我们看一些大公司嘛，还能不能再涨？哦，Meta 有没有？这里就有一点涨不动。你看，好像也涨得动了，怎么那么大公司那么屌？还是我看的都是看科技股。有没有看一些什么大型的什么银行股的话啊，他们可能真的快涨不动，就是公司已经很大，要快涨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买，还是可以拿，因为他们的护城河够宽，你知道吗？护城河够宽，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跌50%该怎么办？就是先去看这家公司是不是赚钱公司，还有在赚钱，那都还能给他机会。可是如果他现在面临的是亏损呢，所以你就去找你的财报啊，财报，你是买台股还是美股？吴婷雅，你是买台股还是美股呢？我现在是来开，我现在超低延迟哦，哦，然后大家都是用音响，是不是？大家都是用音响，少数人用耳机而已。12票，音响比较多，那我声音应该下次就维持大声一点好了，啊，大家听不到。T Mac 安呐，美股，OK，那你就去，你可能没有 Thinking Alpha 嘛，那你就是去看那个雅虎好了，雅虎 Finance。然后呢，你就看你买的公司是什么，对不对？这个，例如你买 Meta 好了，
然后你在这里找这个 financial 这个 financial 点下去，直接看它的财报，那你就看这个 income statement 第一个啊，就往下啊，按这个整年的或整季的拉到看它这个，看它这个哪里呢？EBIT 你就可以看它 EBIT 好了。这个 EBIT 如果它都还是正数的话呢，你就能给它机会。那如果这个是负数的话，那有一点惨，有点惨。哎，油价期货倒挂是啥意思啊？油价期货倒挂是啥意思？刚讲过了，但是再讲一次。油价期货倒挂就是我们通常这个油价呢会有分几个月份的，对不对？像我看这个油呢，这个是2026 5月的，对不对？目前是91.6块。那这个7月的是这个80块。那这个9月的呢，是这个74块啊。所以现在的油价是比较贵，人家觉得这个市场上现在认为这现在的油价比较贵，之后的油价是比较便宜的。但基本上其实做期货，人家都会越远的期货，你那个可控程度越低嘛，对不对？所以正常远期比较高才是正常的，才是正常的。但现在的油价是比较贵，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因为现在战争也在打嘛，对不对？所以主播有买过生技的股票吗？都大起大落哦。生技的，如果是一些制药的话，他们都常这种都会很吃那个药到底有没有过什么 FDA 或什么什么的哦，过一些什么法案哦，或是一些过这个药过了什么检测，那就会直接爆喷。这个生技股票都是长这样。但是他们通常研发都喷了很多钱所以你买生技的股票，你要很看他们研发烧出去的钱，最后到底有没有过。那还是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方向。我刚好那个 Steven Crisis 那时候选出来这个 INCY， 我自己 RS Select 当初也有选到，这就是一个生技的股票。你看 Biotechnology 嘛，就是也是生物科技嘛。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个财报有没有赚钱。我们先看这个 rating 看一下它同行，给你看它这个获利能力哦。给你看那个获利能力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 net income margin 它的同行中位数中位数只有0.95%，0.95%。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基本上一半，因为中位数是1到100名站好嘛，那第50名是0.95哦，100块的东西卖出去只赚0.95，所以差不多一半是亏钱，差不多49、48个都是亏钱的哦。这个行业里面都是在喷钱烧钱，到底有没有真正过药？像虽然 INCY 算非常强的，CC 这个 XXZZ55那应该是新观众，然后你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健身感觉很帅哦。期货倒挂是什么意思？第三个人问期货倒挂就是近期期货通常你要看这个期货有这个很多个月份，对不对？但近期5月的、7月的、9月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这个旁边这边价格，哇，看不到吗？这样旁边这个价格，这个5月是91块，那这个7月的呢80块，那越久的是74块，这是不太正常的一个现象。就现在的油溢价的非常贵。溢价非常贵，大家反而想要把现在油价给锚定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战争会打多久？油价与预测市场交易在川普最新最后通牒后走势不明，走势不明。看一下这个，这可以看到媒体的吗？不行那你看到 CL2 吗？CL1 是1.54嘛？不能它不能看到更之后的吗？好，我也不知道之后的怎么炒。
明天有戏看，确实，明天有点可怕啊，完全没做避险。这样是强势看涨的信号吗？这样是不确定性很高的信号，就这个战争又让这个油价要暴升，所以是不是很好的信号？不是很好的信号。这个信号是目前的不确定性相当高的信号，就是现在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当高，大家现在都在避险，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未来有没有看涨？不好说，不好说。现在是有点偏危险，偏危险，就不确定性偏很高啦。目前不确定性很高。看一下川普又在讲什么笑了，看一下，川普于带有粗话贴文中威胁周二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攻击。麦克啪啦，拜托几个嘞！来看一下，Tuesday will be power 什么 planting day and 什么 bridge day， 翻译一下嘛。川普暗示周二可能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协同攻击，并将周二描述为针对发电厂和桥梁的攻击日。是不是炸掉一个桥梁啦？已经炸一个桥了吗？是吗？是已经炸一个桥了吗？他同时要求伊朗重启具有战略意义的赫莫兹海峡，并警告若未遵从将面临严重后果。这天文包含异常露骨的言语、宗教用语宗教用语。凸显随着冲突升温，川普政府讯息传递的强硬语气川普将这一可能的行动定位为回应伊朗持续限制这条全球重要通道的这个举措。这番言论是在川普总统，等一下，不该是我念吧，对不对？要一下那个 AI 念一下，朗读怎么又忘记了？上次可以叫他朗读的。川普暗示周二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协同攻击，并将周二描述为针对发电厂和桥梁的攻击日。他同时要求伊朗重启具有战略意义的荷默兹海峡，并警告若未遵从将面临严重后果。这则贴文包含异常露骨的语言及宗教用语，凸显随着冲突升温，川普政府讯息传递的强硬语气。川普将这一可能的行动定位为回应伊朗持续限制这条全球重要航运通道的举措。这番言论是在川普总统先前警告伊朗必须在期限内重启海峡，否则将面临军事报复之后发表的。海峡风域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伊朗至今拒绝美国最后通牒，并扬言将进行报复，引发外界担忧，任何升级都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目前情势仍在变化之中，全球市场与各国政府正密切关注这些言论是否会在未来几天转化为实际军事行动。有了，把声音开出来了，感谢。好，我刚刚说这个国安基金开会，这个我觉得会那么早来救吗？我觉得不太可能那么早来救了，救不了。通常我们国家的那个护盘基准通常都是200日内，大家看到这个蓝色这条嘛？蓝色这条。大家之前有人发影片说怎么调均线但是都会拍影片跟大家讲 simple moving average， 好不好？我有拍一支那个
那啥 Trading View 的影片，大家有空再看一下，教大家 Trading View 的一些功能怎么按。但是之后会教大家怎么用指标，怎么用这个 Trading View 指标，之后再拍影片。那这个 MA 怎么调呢？就在这里，按你这个输入，这里可以调200，或是250，好不好？我们国家的护盘，好不好？通常会在250。250日通常就要代表一整年的交易日啊，所以你如果有到250日的话，你减，基本上国安基金会帮你一把，对不对？国安基金这边都会帮你一把。哎，国安基金是有回测过的哦，就是国安基金进场啊，人家是回测过后，就是那个新闻发出来，然后你看到新闻去买是会赚钱的，这是唯一看新闻可以赚钱的策略，大家要把握一下啊。这个国安基金250日内自己设定起来，好不好？你现在价格在哪里？现在价格在这啊，这里，这离这里这么远，好不好？会下来救吗？没这么早来救啦，现在只是开会而已，好不好？CO 铺双网赚 OK， 很强哦 ，Rick Wang， 恭喜啊！有吗？现在有声音吧？现在有声音吗？我看是有啊，我应该有打开了。哎，统计一下，大家会设置均线吗？不管你用什么操盘软体，大家假如有这个能力设置这个250日均线吗？问一下好了。请问各位会设置均线吗？会。怎么设置？不知道。问一下，各位投票一下，看大家会不会设置均线。一半一半，现在五五开，一半会设置，一半不会。之后会在我有回来吗？等一下，我有回来吗？刚按到停止串流，冷静。喂，现在我刚按到停止串流，应该现在回来吧？有回来了。OK，谢谢你们。我还是把它拉回来好了，不然这个等下按到不小心按到。大家都会设置均线啊，对不对？看起来蛮强的。但我的影片有人不会设置，所以之后会再教大家，会出影片教大家怎么设置均线。等一下，刚刚有一个人说什么 LITE， 我有看到，怎么不见了？嗯，会设，OK，会设，它会那个吗？会调整日期吗？如果这个大家不会的话，应该都听不懂我在讲那个双交叉是什么。反正之后我会再拍影片教大家怎么设置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系统能不能设置很多条了。我看到 AMN 呢？记忆体开始走弱了吗？LIT 现在好凶猛，记忆体已经改走强了啦，我看我的账户之前跌到25%，现在已经负7%了，已经有涨回来了，好不好？NU 跟那个 SanDisk 都有回一点呢，对不对？都有回一点，但你不能说那走强很多啦，还好。LITE 啊，LITE 真的很鬼，LITE 也是好公司啊，创新高哇，很猛。LIT 那个 AlphaPix 有选到我看一下近期更新一下近期强势的股票给各位好了。目前4.99分的有哪一些呢？来看一下。
目前4.99分的股票有 SanDisk 第1名 ，Light 第2名 ，NU 第3名 ，FSLY 第4名，这个 IPSC 第5名 ，ALTO 第6名。好，这6家是目前4.99分的，不是4.99分的就要不看了。这个之前4.99分这个 PBR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近期可能会不错。这个 PBR，石油公司，对不对？这个那个战争一直打，它一直赚，很爽。BBN 位，我看了很多的投资影片，最喜欢看你的影片，希望能够从中增长知识。哇塞，不要这样突然跟我告白，我会很害羞哎。感谢你，给你一个爱心啊。但是最近拍这么好的影片，流量怎么这么差呢？大家看不懂，大家到底都看什么影片？还是我太那个讲的一本正经了，我要穿插一些有趣的，我也不知道，反正 YouTube 我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就是那些影片怎么哪些影片有流量，哪些影片没流量，好像跟选题非常有关系，我自己研究起来。但是你说我要不要去追逐那些流量呢？我觉得有机会吧，但我还是很多我自己想讲的东西想拍的啊，但是这两个之间当中会做一个平衡啊。我现在在做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想拍的，没什么是那个追逐流量的。就追逐流量的，我大概有找到一些拍的题材可以拍。阿伟 Frank 阿伟怎么办？怎么啦？过清明节了吗？你做空了？哇塞，这个转这么快啊，转那么硬，你是那个拿着现货做避险的做空，还是多单全部卖掉直接转空？模范公民安啊，标题是什么意思？标题什么意思？今天讲第4次，没关系，等一下问一次我讲一次，除非讲到第10次。就是那个看一下5月的油价，好吧？5月油价91块，这个7月的油价80块，9月的油价呢是这个74块啊。目前这种状况就叫倒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理论上远期的契约的那个油价应该会贵一点，正常现象。正常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做避险啊，大家都在油价上都在做避险，没避险，期货避险，现货做多给他死，哇，这么硬哦。对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很怕这种这是什么连假啊，像现在放了几篇，礼拜5我们也没开盘嘛，对不对？6日3天哦，大家可能会抖。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做一些那个，如果国外那个 SPY 大家不好做避险的话，就做台指期，大家多少可以做点避险。但是我觉得还是市场别还是分开啊。如果你现在持有美股的话呢，那你就是去做空那个 SPY。如果你现在是持有台股的话呢，你就去做空那个台指期。就是这种长期的不，这个长假期的，大家很怕那个大波动，还是要避险一下，安全一点。我是没避啊，没害怕的，它跌就来啊。会不会大家都想看讲 ETF？大家都想看讲 ETF 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就是我发现那个标题跟那个什么那个缩图好像特别重要。我觉得我标题也做得不错啊，对不对？我的影片大家有看吗？将来银行有没有拍得这么好？还要发光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 TradingView，这个画面也不错啊，对不对？我还手拿着那个 TradingView，那这个也做得不错啊。奇怪，流量不好，但是没差啊。就是我做 YouTube 也是想讲，想发我想讲的啊。之后可能也会追逐流量，但我会真会找个平衡。追逐流量我也不知道怎么追，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追。我连假前做的，后面再来观察。对啦，我觉得明天开盘会有一点精彩。好，现在感觉这个真的靠起来了，好不好？你要炸别人的啦，很硬刚带大家看这个了嘛？川普周2就要炸人家伊朗的那个发电厂跟那个什么跟桥梁了。只是说实话，不知道又真的假的吗？现在川普讲的话就是到底要信还是不要信？到底要信还是不要信？对不对？每次你因为他讲这种话你就闪他每一次又涨给你看，对不对？又回来要涨给你看。然后这里川普也发了另一个新闻说，川普称若48小时内未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地狱降临。地狱降临是什么？
地狱降临啊！来，再看一下这个新闻。之前讲什么？哎，我们的和谈非常顺利啊，我们的和谈非常好，非常好啊！现在说，干，我要炸你的那个什么桥了，我要炸你的发电厂，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听都听不懂。来听一下。东战事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周六表示，若德黑兰未能在48小时内达成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地狱将降临伊朗。川普在社群媒体贴文中写道：“还记得我曾给伊朗10天期限，要他们达成协议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吗？”他并补充：“时间所剩无几，还有48小时，地狱将降临他们身上。”川普的最新威胁出现在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进入第5周之际，全球油价因伊朗决定封锁这条关键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部分海上交通而持续攀升。先前3月26日，应伊朗政府要求，川普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延后10天至4月6日。并指出与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哎，又没声音了。哎，OK OK，刚刚没声音，刚刚没声音。刚刚那个什么说，主播记不记得去年清明后长什么样子？我去查一下清明节时间啊，然后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去年清明节，好不好？记得吗？台子期当天跌了多少？大家看一下这里，大家看一下这里啊，10%，那天就跌了10%，OK，历历在目，历历在目。所以这一次的清明节会不会一样呢？不知道，没做避险的，那就硬扛了，没招了。那到底打不打？我觉得会打，我就会打。有声音开了，声音开了，声音开了。每次叫他念我那个，怕我那个麦克风收音收到，都会把声音关掉。我觉得真的会打啦，真的要打了啦。我真的觉得还不如川普这个策略，还不如赶紧打一打，赶紧那个，赶快让他复原，对不对？这天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啊，好不好？但这时候状况跟现在不太，那时候状况跟现在不太一样。虽然日子是同一天，你要看那个时候在这边就双交叉了，对不对？这里就双交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都已经在均线下面了。我之前说了嘛，跌破200日均线啊，这条蓝色跟深蓝色跟蓝色的，浅蓝跟深蓝，反正这条蓝色的，这条跌破这条之后，对不对？这下面的股票的暴跌几率是比较高的，暴跌几率是比较高，所以但是目前呢，台股一片多头啊，你说那个蓝色在哪里？蓝色在这里，好不好？蓝色在下面这里。但有没有可能直接也是杠一个，然后来交叉？我觉得蛮有几率的，该交叉一次了。这一次还可以走出要交叉不交叉吗？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差不多要交叉一次了。以现在的局势啊，觉得交叉一次再回来会比较健康啦，再走一波啦。反正你记得，反正大家不要怕，不要怕，
川普也跟你讲了嘛，这只是地狱降临而已，好不好？地狱降临而已，不要怕，不要怕。然后我们来看一些新闻好了，《纽约时报》。马斯克要求参与 SpaceX IPO 的银行购买 Grok 订阅服务，哦，很硬呢。会不会飞？会不会飞向火星呢？多家银行决定斥资数千万美元购买 Grok。上个月，这个 XAI 跟这个 Space 合并纳入 SpaceX 旗下。哦，并非单纯出于善意。目前这个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高盛、摩根大通跟 Morgan Stanley，据悉正与律师事务所这2家共同参与此次的这个 IPO。银行购买 Grok 订阅服务，预料将有助于 XAI 企业端业务的成长。该公司过去主要营收来自个人用户，而非企业用户。根据其在与 SpaceX 合并前最新提交给投资人的财报，该公司 AI 业务营收约达10亿美元。马斯克与 SpaceX 这个发言人未对置评请求做出回应。本周 SpaceX 以保密形式提交备受瞩目的 IPO 申请，预计募资规模最多可达750亿美元，估值将超过2兆。2兆，确定？大家知道台积电几兆吗？台积电，大家知道台积电几兆吗？台积电才1.47 trillion， 就是1.47兆。那基本上它上了就要2兆，2兆呢。马斯克不找4大基本上要找相信财报，我是不信的。对啊，我是觉得马斯克有时候做的事情确实都有点超乎想象的想象，但他之后到底怎么搞？哎，有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吗？他有那个时间吗？但直接上就变成前几大、前7大7巨头什么时候上？有先讲一下什么时候上吗？刚刚那个新闻看一下。然后要上的时候再来看6月，6月那还久，对不对？再观察一下，他们提早 IPO， 本来要在马斯克6月的时候，现在要提早偷来是不是？是不是有些内部人士想要先偷赚？怪怪的哦。上市这么大的那个什么，这么大市值的公司，可以这样偷来吗？不太行吧？看一下这个，油价与这个预测市场交易在川普最后通牒后走势不明。这个周末油价以针对伊朗的什么预测市场？川普周6上午发文的哦。然后这个平台上，这个 Clash，人家都用什么 Polymarket 吧？这个是什么投票平台？厄姆兹海峡将在5月15号恢复正常的几率，目前仍维持在川普发文前的14%，这么低。人家说5月15会恢复这个厄姆兹海峡的几率是多少？14%。但6月1日前开放的几率上升到30%，增加了7个百分点啊。6月也才30%的，那感觉这个用这个 Polymarket 应该比较准，我觉得大家都是用这个。Polymarket 则出现分歧，在平台上该冲突5月15前结束的几率由25%上升到28%，2倍呢，怎么差那么多？然后6月30前解决的几率是60%下滑到65%，下滑到55%。然后油市的展望，这个布兰特原油
于周日晚间开盘高于每桶113.5元的几率大增21个百分点，这也在赌哦，到60%。合约本周收于109美元。自4月1日起，主力合约将转为6月合约。IG 周末交易显示，美国油价有望上涨，透过价差合约 CFD 从周四的每桶105元升至接近108元。那 WTI 5月期货这个 USO 本周收于111，超贵。大家知道我们中油已经亏多少了吗？大家知道吗？下周一动涨，但是我们的中油已经亏了，听说90几亿吧。我们的那个政府都吸收掉了，但也是我们人民的税啦。然后此外，期货合约价格与什么实际现货原油之间出现明显落差，布兰特原油本周突破每桶140，创下2008年的新高，真的是卖够怕啦，真的挺要求的，看一下油，它自己查上不一样对 USO 这个，我之前要加进去了，有涨到140最高涨到140你看上一次涨这么高，不知道要追溯到什么时候了。看一下周线，之前涨那么高有过吗？2020年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是跌到负的我记得这时候跌到负的。这是2020年嘞，很久嘞，目前已经创下这里的高点了，我觉得偏危险了这个压力好像是已经过了。目前真的如果突破这里偏难搞因为这里有支撑，对，这里一个支撑，这里一个支撑，现在这里先下来一下啦，不要直接上嘛，再撑一下嘛。好了，看完新闻了，看一下。那个直播的正在观看直播43个人，很多，帮忙点一下赞，对不对？有空的再麻烦各位了，这个喜欢那个赞点下去，先点下去，代表你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感谢。好了今天没有要用股票吗？现在大家看起来都还在清明都还在爽对不对？大家现在看起来都还在爽，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多危险。我看到刚刚那个投票了，就是我刚刚问大家会不会设置均线，来结束意见调查，27票这个会设置均线的人只有56%不会设置均线的有44%。OK， 那我看来我有必要那个教一集大家怎么设置均线，不然我一般在讲什么双交叉，大家应该是听不懂，对不对？好爽，你爽什么？RYEN 你又在爽什么？刚上不知道刚刚在聊什么，刚刚都聊完了是刚聊就是那个油价倒挂然后什么川普要炸人家的那个桥要炸人家的什么发电厂什么的。今天还没开始聊股票，今天还早，今天也闲闲的，今天应该可以开比较晚，但是也要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没问也早点下。话说我已经回到宜兰了，明天也没什么事，还是明天来加开直播大家明天还是放假吗？应该还是放假吧，大家应该也是见红就收的吧。然后我来拍一集教大家怎么设置均线的好了，不然大家好像都不会设置。你还没有错过什么啦？好了，开放那个 Q&A 时间，今天有要问股票吗？Q&A 时间。今天直播那个声音比较大声大家有没有发现？
41个人在看，再帮忙按赞一下。大家有发现今天的直播的声音不错吗？怎样在你们耳边跟你们讲话？大家连假有没有出去玩？大家连假有没有出去玩？因为我刚刚回宜兰啊，刚回宜兰，然后那个今天回宜兰看到一堆要上那个什么上国五的人，还超长的，挤满整条马路哎，要修贵，要修贵。大家我们来宜兰玩啊，真的是不要哎，很可怕哎。还是来更新一下账户的状况好了。晚来的人没听到，这个是我在追踪那个什么，这个是我在追踪他们4.95分的那个涨幅。Stephen Crisis 2026年1月12号 Top 10，目前为止呢是涨11.06%，11.06%。然后我自己转换的那个 SanDisk 跟 MU 目前是负7%，不错啦，已经涨蛮多起来了，原本还负2几%嘞。然后金矿股那时候卖掉，现在到目前也是负3.25%，但那时候全部卖掉换成这个了。哎，这题我知道，星期一台股会怎么样？星期一台股啊，没涨没跌，因为还没开盘啊，星期二才会开啊。好怪，什么好怪？谁怪？主播5481会过前高43.65吗？我可以看一下5481。新华吗？是新华吗？等一下，我不知道讲的是不是它也是同一只5481吗？应该是吧？确定一下，5481，新华43.65，43.65，前高43.65嘛？几年前啊？哦，43点，真的，OK，我们确定是讲同一只，会不会过这个前高？我们认知的前高可能不太一样，我们的前高通常会讲这个高点就叫前高，好吧？然后前高可能在这里而已，你现在看到上面这里还太难了，还太远了。我们先不要一直看那么远，我先看这里好了。你说会不会过前高吗？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那现在这个均线都是交叉的，均线都是交叉的。这里又交叉下去，都在200日连 A 之下，200日连 A 之下，然后这里又盘那么久，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要先站上200日连 A，像200日连 A 也是的那个什么斜率也是往下，所以我觉得你要过前高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会往下。但是也现在看一下新华有没有赚钱好了啦。该不会元成你买在前高吧？你的前高吧？看来是亏钱公司，这个营业利益是亏的，EPS 应该也是负的，应该没什么救。营收有没有起来？哎，营收为什么还是负的？等一下，这个营业收入太低了啊，赚太少了。销货成本，你看成本这个成本还比他的收入还多。假如我卖面的一碗卖30，那个面团是60啊，差不多这个概念，好不好？这个生意有点不是很好啊。元成，我觉得这只股票应该不太会过前高。阿伟可以问一个非投资问题吗 ？OK 啊。怎么交女友？哇，你直接问到我的强项，怎么交女友吗？我跟你讲，今天就先教你们一些基本招，好不好？今天先教你们一些基本招。刚好连假，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基本招呢，就是你要先跟女生有交流，你懂吗？交流哦，不是身体上的哦，就是例如你先去参加一些聚会，对不对？但是你聚会呢，就跟肥宅坐远一点，肥宅先坐远一点，对不对？先自己吃自己的，可以聊个天什么的。然后呢，重点是不要给人家压力啊，你不要恶心别人啊，不要想要控制你自己的欲望。这时候呢，他问什么，你就跟他说，这个我懂，这个我厉害，这个我擅长的，对不对？回去手机聊天也一样啊，同步操作，就说我擅长的，对不对？例如举个例子好了，举个例子好了，
啊。假如那个女生说啊，哈哈，对不对？你们一定很常哈哈，我要哈哈，我要去洗澡了。哎，哈哈，我要去洗澡了。OK，范例题，范例题。如果女生问你说，哈哈，我要去洗澡了，你要怎么回？Frank，你会怎么回？Frank，你要怎么回？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然后女生说，哈哈，我要去，好的，路上小心。乱讲。刚刚就跟你说，你要展现你什么都比他会啊，你要展现你什么都比他会，你要回他什么？我很会洗你不会洗，可以问我。你要展现你对他的关心，又不能给他压力。你要跟他说，你很会洗，我很会洗你不会洗的话，你可以问我。你就是要不给他压力，就说，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可以来找我。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我。这种聊天方式呢，就不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对不对？这不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而且呢，你也没有给他压力啊，你也没有直接去教他洗嘛。他要是不会，他下次那个头不知道怎么搓的时候，就问你说，那个 Frank， 你可以跟我说，你都是用哪一排的那个洗发精呢？或是你这个怎么洗呢？那这个时候你们刚好就可以聊起来啦，对不对？你就说，你很会这个，你那个什么不会的话，可以来问我。那这时候你要干嘛？这时候你不是摆烂哦，你这时候赶快。趁他还没来问你前，赶快去学习怎么洗澡，怎么去学习那个领域，对不对？他要跟你说他关心什么领域了，那你赶快跟他说你会啊，你虽然不会，你也要说你会，对不对？然后你赶快去学那个领域，懂了吗？懂了吗？然后问他说，你说你不会的话，你可以问我啊，这样没有压力的，没有压力的。而你要是最后他还没来找你，那你也学了一个技能嘛，对不对？你也可能也会很会捏陶土啊，你也很会做烘焙啦，对不对？做烘焙的时候，你可能跟那个妹子有点交流啊 ，OK 吗？什么变把妹频道，有人问我就会回，好不好？超级歪 ，My God，好的，没问题，有没有？好了，等一下，想认识怎么样的人就去参加怎么样的活动 ？OK， 等一下，上面人家问的，在东京网络怪怪的，留的言没出来，这东京哦，那东京热吗？东京热吗？看一下，对。主播2850买很久了 ，OK， 招财进宝，看一下2850是吧？你那个是招财进宝吗？2850，新产是那个吗？是那个保险公司吗？我好像是保这个车险的吗？我是保这家吗？好像不是，我是保旺旺保，但它应该是那个产物保险吧公司吧。新产买很久了，那这个新产感觉不错啊，目前这个都在这个均线之上。但这里盘的有点久，要观察。目前是双交叉向上，但这种公司应该不太会涨，不太会跌啦。哎呦，那买很久，那赚很多钱呢。赚很多钱呢。那个招财进宝，果真那个头贴招财进宝就真的招财进宝。好，这个蛮有机会的，这个继续拿着，新产不错，应该有赚钱啊。那个原城新产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产物保险的，每年的你那个车子都要缴保险嘛，对不对？一定会用到新产的。看一下你看营业利益多高这个9块、10块、8.7块、12块、10块、10.9块、14.72块，这个那个创新高营业利益创新高 ，EPS 应该也创新高，确实不错，新产不错，继续拿着，这也是蛮硬的需求啊。这个 F3B 我上星期买了点 QURE。但技术分析看起来应该很烂 ，QURE 没听过，这什么 ？Uniqlo 不是 Uniqlo， 确实是有点烂，好吧？这已经跌破200日 NA 这一大段都跳空，一定风之翻，然后双交叉，然后直接往下，然后又跌破200日 NA 了，对不对？这两根线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妙啊，这个偏没救，做什么的了解一下了 ，QURE 吗？这个 Quant 的建议是 Strong Sale 啊，这里都有点烂，应该不看了，应该也没赚钱，好吧？没救。请问星期会跌一波吗？想捡台积的，星期一还没开盘，你在东京你有时差吗？星期二才开盘，
是吧？星期二才开盘吧？我没记错吧？零肉交流，不要讲这种有的没的。成本35，哎，你那个成本35哦，看一下你刚刚是2850吗？哎，5481，不是，是5481吗？对不对？35，那你不就买在这个前高了吗？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换一下股，考虑换一下股，这个股没什么机会，完全没有。但我就是很安静，安静，你也可以用眼神跟人家交流一下，对不对？应该要说，我也刚学洗澡，哎，你不懂可以问我，哎，你也刚学洗澡，哎，那蛮聪明的啊，至少也是透露出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对不对？爱干净的人，感觉 Frank 不用学，之前看留言感觉有钱有钱啊，他一定有钱，工程师哎，加班到9点，对不对？星光产险，对啊，星光产险感觉不错，哎，星光产险啊，很多保险都很便宜耶，但我车子是保那个旺保的，旺保感觉也蛮赚钱的。哎，最近那个牌照大家有收到吗？大家有时候要牌照，哎，是牌照燃料，牌照吧？妈的，要喷我钱了，可恶！哎，旺宝反而没有这么好，哎，旺宝刚走出一个新多头哦，这种就是刚走出新多头的局势，所以上创200日线 A，哎，是不是缴税进它就会走出多头啊？是不是？去年4月是吗？也没有啦，哎，最近要缴税了，对不对？然后可以学一波财了，然后这里交叉回来，这个旺宝可能也不错，也不错，考虑一下。现行来说啦，冬季就是短袖加有点厚度的外套就够了。有钱吗？我不这么认为，乱讲。这个住台北已经是那个 PR99了，好不好？2017年买的，哇，招财进宝扛有够久这种就是会投资的，有没有？你捡到一家好公司，根本不用卖，根本不用卖。2017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星光产险算很屌涨了很多倍。2017年，那个元成可以学一下，招财进宝可以学一下招财进宝。2017年差不多这里吧，16块，现在涨到118块，可能然后再加这种应该配息也蛮多的，对不对？这种金融的应该配息也配不错，看一下，可能光这7年的配息都已经配到它的股票是0元了，成本是负的，对不对？看一下配息，从2017年1.82、2.65、1.8、1.95、3.2，这怎么配这么多啊？认真，要修贵，这配很多有没有？金融股致富之道啊，详情请洽这个招财进宝，帮你加一下好了。2017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帮招牌进宝，你看他买差不多16块，好不好？算16块好了。2017年1.51加1.82加2.65加1.8加1.95加3.2加2.54加4.99加7.15加7.27，34.88块。他可能2017年买都还没有34.88块，那时候才16块，赚昏，好屌哦，高手，真的高手。好的，谢谢主播。我觉得 RYEN 也是蛮帅的，感觉也是妥妥的人生胜利组。你们这种互相在这种吹的方式呢，女生就不喜欢。你看到一个正妹，你就不能跟她说，你长得很漂亮，你怎么样？你不能这样跟她讲，因为她这种听多了，你知道吗？她身边都是一群什么苍蝇，整天都跟她讲这些有的没的。对，你看到漂亮女生，千万不能夸，千万不能夸，你们这种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你要就只能跟他说，我觉得你有点东西，你顶多讲有点东西就好。就是你要给他夸奖，但是这个夸奖要一个隐晦一点的夸奖。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你有点东西，你懂吗？阿古，你的照片怎么了？这是没上传大头贴吗？OK，2344，这个华邦店吗？华邦店哦，华邦店，华邦店不是那个什么 AI 跟什么合作？看起来是真的，但是我记得华邦店那时候看是在亏钱是吗？2844，好哥，好了啦，超大杯。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哎，到底是284还不是2344啊？然后跟那个谁合作？说什么用 AI 什么 NVIDIA 吗？还是谁忘了？现在是华邦电。哦，有华邦电的营收有出来啦，有出来，原本是负的，对不对？这营收出来2季了，所以真能说，你看从营收出来开始追的话，2025Q3、2025Q4才开始追的话，也不会晚啊。哎，大家知道财报发布日什么时候发吗？主播，我妈妈要我问联发科，OK，没有胜利过，我不这么认为，没有啦，通常是不是胜利？郭台铭也觉得自己没什么钱啊，对不对？我先看一下华邦电，先看一下华邦电。华邦电，假如你看到财报，这个由负转正，第三季财报大家知道几月发吗？差不多11月4号吧，是吗？Q3财报几月发？几号发？11月才发第三季财报啊，大家记一下，11月14号啊，不是什么第三季6到9不一定是什么9月出来，是11月14号你才会看得到华邦电的这些财报出来。所以你大概去抓一下华邦电11月14号吗？20开到周线了，难怪2025 11月14号。哎，你看你要说看到财报才追，你差不多在这里，所以还是有利可图啊，对不对？还是有利可图啊，第四季涨上去。华邦电哦，华邦电最近又交叉了，又交叉了，但我觉得现在买的话不太稳啊，等这个交叉回去再买好了。等交叉回去再买好了，比较好。有赚钱的公司是可以买的。然后离200日 NA 之上，我基本上都是推荐是可以找机会介入的，找机会介入的。然后刚刚说这个联发科2454吗？看一下，哇，联发科这个呢，这个是联发科一定财报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现行目前啊有一波有点危险，有点危险。那我觉得已经不用卖了，联发科跌那么多，如果你现在要卖的话，已经不用卖了，因为它已经跌到200日 NA 了。基本上跟上一次也有讲到联发科吧，就画了这2根线，我就说会跌到这里，是吗？我上次有没有讲联发科？大家有印象吗？应该有吧？上一次几号？应该有讲到联发科，然后我说会跌到这个区间，我拉那个矩形好了，现在刚好是在这个曲线上，对，这个区间差不多。联发科已经跌到支撑了，这里会支撑，这边会支撑，这200日这个地方会支撑。你看这已经拉一个下影线了，对不对？这里已经拉一个下影线了。联发科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介入位置哦，虽然说它这里要交叉了，要交叉，但是我觉得200日 NA 基本上长线长期而言，在200日 NA 左右附近加码基本上都是不会，不是说不会亏钱，就是不会大亏的，不会大亏。200日 NA 好不好？大家抓，你看，假如你看一下这些联发科好了，你就沿着这个200日 NA 买，200日 NA 这里，200日 NA 这里，200日 NA 这里就跌穿了，这里跌穿了。所以你假如跌穿了也买的话，好不好？你顶多被套在这里，但是之后会起来的嘛，你这可以拿嘛，对不对？啊，之后哎又跌破哦，这里可能要扛到这里啊，这里要扛一下了。但是目前这个是刚走出多头的，这个均线斜率都是正的，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啊，大家自己投资自己负责哈。但我认真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加码联发科的点位，好不好？这里不错加码联发科的点位，好不好？我就在这边讲，好吧，字写下来好了，不然大家下次哎，这个几月几号？4月5号，阿伟说可以加码，写下来，好吧？哎，等一下，还是不要写，不要写，下一次可以赖皮耶，要写吗？写一下啦，4月5号。算了算了，
大家被套不要怪我哈，我要写一下，哇。阿伟说可以加满。好，就放在这里，好不好？啊，但不保证获利。好 ，OK，保护一下自己，对不对？主播，我爸买三张联发科，帮他问一下，他好像买有点高，17多，17多是有一点高啊，是有点高。但是联发科是好公司啊，这刚赚钱的，我觉得这个会回去啊，这个会回去，好不好？以我看这个线型，我觉得这里差不多要反弹了，好吧？我妈还想问星星，看一下，那什么星星猴子也可以来问啊，星星吗？星星是，你不觉得星星长得很像一个人吗？欣欣向荣，不要讲这种烂梗。星星，好，星星这个就继续拿着就好了。星星这个没毛病啊，这个在右上角的，稳稳的拿着啊，稳稳的拿着，稳稳的这个星星没毛病啊，星星很棒。这个在右上角的股票又创新高，而且这里的地方又刚好修正回来，又弹上去，这个很稳的、很稳的。那这个一切在这个中东局势下都不保证哦，都不保证哦。这个中东局势是可以影响很多东西的。莫忘2025的那个，莫忘2025的清明节啊，好不好？还是给大家说看一下那个去年的清明节台指期是跌停的哈，台股每一只股票都跌停的哈，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莫忘去年的清明节，好不好？爸爸，我还想买台药，动能应该还在吧？台药，看一下，看错了，台药，台药是这个台药吗？你跟我讲台药同个台药吗？台药，哎，圈这个哦，是个火部的吧？应该不是个台药，哎，是有几只台药？哎，台药名字可以取这么像哦，动能应该还在吧？我觉得你还想买哦，创新高了吗？我觉得在这个20A 这边买比较好，哎，而且这里其实要交叉没交叉，刚走出去，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追应该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但最好还是都等这个回撤20A 的这个附近追会比较舒服啦。现在小喷一点，能不能追？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追，因为它这里刚要交叉没交叉，刚喷出去，还要我觉得还可以追，还可以追。到支撑，破底翻就可以买了，对吧？台药你要是在这里第一根的时候买会比较舒服啦。如果是我自己追现行的话，我会追在这一根，对不对？会比较舒服一点。我觉得要来假跌破收上来就会想买。对啊，这种假跌破收上来，这种要交叉没交叉，这种都会喷。我妈妈说，大家联发科也是买在17多，买在17多。等一下，你不会跟他爸爸是认识的吧？这当天有爆出什么消息吗？为什么大家联发科买在这里？17多，一七多，看一下这里，17多买在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就是可以看一下台药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买在哪里？买在这个当然大家不一定有这个 K 线系统啊，之后会再教大家怎么用，好不好？买在这个重新上穿月线的时候，那你看联发科这里就没有，它变成黄色啊。如果它隔天这样的话，其实就这边就可以买，但它这里就是没有站上啊，这种就是被压到，这种买没办法买就这种比较不舒服了，你现在只能硬扛了。但是我觉得已经跌完了，不要卖了，这边已经跌完了，已经跌完了。看一下，主播想问，如果长期投资有需要看这些线图吗？无脑 all in 可以吗？ETF 的话，无脑 all in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买一些股票的话，多少还是要看基本面的，就是你至少要一直关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持续的赚钱。
如果赚钱都没差啦，但是如果没赚钱有赚钱有成长是最好啊。如果没成长有赚钱也是可以啊。如果没赚钱，那千万是不行啊。看一下，我不知道17多联发科有什么讯号，感觉是投顾。你爸不会有加什么投顾群组吧？冷静呢。等一下，大家讲一下为什么那个245是，我们看一下245是到底讲了什么。来看一下联发科这个，差不多3月初的时候，联发科是讲了什么东西？可以看到新闻吗？看一下这里，看这里爬到3月初吗？赶快爬不到这么远。3月初，哇，看不到，这新闻太久了，看不到3月初的。也不确定联发科那时候讲了什么，感觉偏危险哦，联发科。但是联发科跌完了啊，联发科这已经跌完了，那时候要跑早该跑了，好不好？那时候早该跑了。这里交叉基本上也说也证明了这边其实就是没撑住。好了好了，还有人要看股票吗？还要看股票吗？等一下，给大家最近看一下我剪出来的股票好了。我剪出来的那个广告，我去尿个尿。现在知道怎么放广告给大家看了，不然主播都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啊，对不对？要为主播的那个膀胱保护一下膀胱啊。来，大家看一下广告，看下广告。等一下，跟我录制，看下广告，上个厕所。应该有画面吧？放大。上个厕所看一下广告。等一下，没声音。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尿完了，吃了2支广告。好了，还有人要问吗？10点12分，差不多了。明天考虑一下，不要开个直播好了。明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假如明天开直播，你会看吗？明天开直播大家会看吗？调查一下，有人看我才开。明天开直播，大家会来看吗？
明天好像也闲闲的啊，看大家会不会来看个直播。然后明天考虑一下，要不要来录个那个，那个什么投资账户记录，投资账户记录。哎，还没有按喜欢的，还没有按喜欢的那个赞，还没按赞的那个赞去按一下，赞去按一下。再麻烦各位了，再麻烦各位了，按赞不会花你，不会要你钱的，好不好？我推荐的东西啊，江南银行跟那个圈里有都是我自己在用的，我会推一些我没有用的东西给你们。哎，安娜这个GBA 90729，安娜第一次看，哎，你是帐篷露营吗？那帐篷露营吗？新贵有分析吗？新贵比较少，比较少，上市上柜比较多，但你也可以问啊，我可以帮你去做资料，帮你去查一下。新贵可以去看，我也可以看一下。你这个帐篷是画出来的，还真的去那个地方露营拍的？应该是画出来的。好啦，那看一下还有什么新闻可以来看的。这个看过了，看一下。ChatGPT DeepSeek 在美国聊天机器人手机市场持续失守市占，随着竞争加剧。哇塞，没要跟这个 ChatGPT 跟 DeepSeek 聊天的吗？相较之下 ，Google 的 Gemini 跟微软的这个 Copilot 3月表现持稳，这个什么 Anthropic 的这个 Cloud 取得最显著的成长。大家 AI 都是用哪一个工具啊？听说好像那个 Cloud 应该是写程式好像最厉害的是那个 Agent 写程式最厉害。益财科技哦，看一下益财科技。是内建头贴哦，益台，有7879益财科技7879，新贵要买的话，是不是还要另外去开不同的什么权限呢？但是怎么没财报？等一下，合并到表不能看单季哦，只能看累计的哦。它只有 Q2、Q4，看一下。钱是赚的有一点少而且2024的 Q4 好像都赚的比 Q2 还多如果以 Q2 来说的话，它是有成长的，然后 Q4 也比去年成长还多，还可以，还不错看一下 EPS 还行，看一下益财科技7879，但我好像没有买过新贵的股票。新贵没有涨跌幅限制哦，所以要做的话也是要小心一点点。你看这个开盘83块，收盘151块，有点疯而且那如果现在刚开盘，刚上市啦，也不久，现在刚站上20A，我觉得下面有支撑那看起来拉那么多根下影线，感觉可以买哦，感觉看起来不错。黄金后市怎么看？黄金后市我还算看好哦。黄金，现在有看一篇那个叫什么？找那一篇给大家看好了。黄金，这个可以看一下，黄金价格在这个伊朗冲突回升后大幅回落，然后因油价飙升引发什么通膨疑虑，美元走强，并降低了这个短期内降息的预期市场全面抛售这个黄金，包括卖出黄金的现货还有那些矿产股我也是卖出矿产股的那个人尽管这个市场剧烈波动，黄金随着投资人重新评估其近期超卖的估值架构，以及黄金长期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避险资产后出现反弹。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 Bloomberg 做的这也是那个 hedge fund
就是避险基金啊，买盘的时候把它买上去。然后这里是什么 ？Retail and institutional buyer pile in， 这里也是涨了一波。黄金我是觉得看起来看一下金价。支撑黄金价格结构性因素依然稳固，包括什么？政府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的紧张，以及央行为了分散储备，会字太小，会太小嘛？而带来的什么强烈需求？富国银行分析师对黄金维持强烈多头的看法预估2026年底金价每盎司6100到6300，现在是多少？现在多少？看一下。现在黄金1盎司多少钱？我去看一下。我都看 ETF 我很少看那个黄金的价格。黄金，看一下黄金4600到3100他们这个分析师目前的看法是每盎司涨到6100到6300，还很远呢。前高多少？前高也才大概5600而已是年底看到6300，然后这120天看起来是有支撑住的，有反弹，可以在后续再观察一下。所以黄金我觉得不错，或者你要回去捡矿业股也可以啦，矿业股是涨得比这个黄金 GDX 就是矿业股这个 GLD 是黄金的 ETF，GDX 是跑赢那个 GLD 的，而且大概2倍的报酬，波动也比较大，扛住。好，那至于那个 Stephen Crisis 发出来的，他看好哪一些矿业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 AUGO，第二个是这个 CDE，第三个是 ORLA， 第四个是 NEN 那时候我买到，第五个是 GFI， 那时候我也选到。好，明天台股怎么看？明天台股还没开盘不用怕，再睡一天，对不对？沙王不是要跟美国切八段，到底是和好还是切八段？现在都看不懂，那个新闻是和好吗？谢谢，你都玩新贵哇，那你心脏很大颗哦。沙王跟美国要切八段，认真。哪里的新闻？再看一下。没有新闻，没有新闻。这不是最近的，不是没查到最近的，查到最近的。好了，还有问题吗？10点20分，大家把握最后的10分钟，大概10分钟让大家问一下。还没有点赞的，赶快去点一下，赶快点一下。还没点赞的，这个喜欢，明天开直播的话，大概50%的人会看而已，50%的人，我再考虑要不要开，好不好？有时间就开没时间就做影片。20个人按赞而已，还没按赞的赶快去按一下。不如我预期，我都直接砍站回来再布局。确实这个没有涨跌停，要玩起来要比较心脏大颗一点，好了，还有大家要问什么问题吗？不然就跟大家闲聊到10点半，10点半差不多就要来休息了。大家那个清明年假有去哪里吗？有没有出去玩带我出去玩这一次清明年假结束，下一次年假是多久了？一样 OK 感谢 GBA， 感谢。下一次是要等到端午了是吗？2026年假。看一下，现在是4月，4月6号，所以明天台股没开盘，大家不要这么担心，对不对？那个还不用那么担心，不用这么担心。这个5月1号5一劳动节我放一下，然后就到端午了，端午也才放一天这么小气5月5一劳动节，6月端午节。完就没连假了，要扛到这个中秋了，哇，好硬，很硬，假太少了。
好了好了，还要问的吗？还要问的吗？开到10点半，开到10点半。还是大家最近有推荐什么 YouTube？有什么推荐什么 YouTube？我现在要观察其他 YouTube 是怎么做的，观察一下大家是怎么做影片的。可能我做的不好，大家都不想来看，对不对？但是还是推荐一下啦，推荐一下那个我最近拍的3支第一支这个我把我的自己选的10档股票，2月6号选的股票砍掉，换成 MU 跟 SanDisk，原因在里面，自己去看。那第二个就是这两个有点广告性质啊，就是我自己在用的东西啊，将来银行跟这个 TradingView，刚才也给大家看过广告的，哎，你应该是新观众啊。那个 GBA 每天开直播，差不多都是8点45分，每周三、每周日的晚上8点45分啊，每周三这里，每周三、每周日晚上8点45分直播。但明天因为放假，哎，我可以考虑多开一天。然后每周五是晚上8点45分定期会上片啊，这周刚好都放假，所以就做比较多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之后的影片会先教大家怎么设置均线啊，很多人不会设置的。哎，那个众军问题看一下，麦科是什么？是台股吗？麦科这个麦吗？麦科，哎有这个公司哎没听过，等一下6831，哎大家发问还是打那个代码，不然我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查。麦科的话，营收的话，哎，奇怪，怎么 Q4还没发出，Q1还没，Q4发出来，对，差不多。5.27、5.6、10.41、11.5，9.4，它的那个营业收入往上跳一波，之前都在5，然后现在有跳到10块，但这一季比上一季差一点。然后营业利益呢，营业利率这一季掉一点多，原本这里有18%、10%，这里剩8.6%，小的回落，EPS 应该是正的，但是没有赚那么多，还行，还在一个有赚钱都是好公司，好不好？然后6831啊，看一下831，绿茶集团，麦科，哎，这刚上市吗？刚上市而已，难怪没听过。麦科现在还是在多头趋势上，我觉得要买是可以买的，但是如果你要稳一点的话呢，就沿着这个均线买啊，下来就沿着这个均线买，设置这个20NA，对不对？沿着这个均线买比较安全一点。这个或是你要直接你想现在打的话也可以打，直接打进去也没差。就是假如你先打一半嘛，对不对？然后它掉下来的时候，哎，这里再打一半，哎，这样会比较平衡。那如果直接上去，你买了，它直接上去，你也有买到嘛？哎，麦科不错，哎，你有看麦科吗？GBA 有看麦科吗？看财报是不错啊，看财报是感觉不错。来看看现金流量表，看一下。可是它的现金流没有这么好哦，现金流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还没转正哦，可能收款方面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钱有赚到，但是钱没有真的变成可以，然后固定资产也有在投，所以可能公司有点缺钱，好不好？可是它期末现金还是蛮多的，看它现金怎么，哦，这里都这里，哦，现金增资，你看钱不够，2024 Q4有做一波现金增资，所以现在这家公司可能在扩厂之类的吧，就是营业活动现金流转正拿去扩厂会比较好啦。他们现在是用增资的方式在扩厂，是比较次等的方式，但是以现行来说还是不错，好吗？有现金增资的这个新闻吗？那个叫什么？公开资讯观测站看一下，公开资讯观测站。那现在改版中公开资讯观测站我就不太会用。
之前都是在这个旧版这边爬资料的，改版后就不太会用，这个旧版比较好用。麦科，看一下什么？这法说会，这有个近期有个法说会，可以去看一下法说会讲了什么。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麦科还行啊。好了好了，10:28了，10:28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今天差不多开到这里，开到这里。明天，明天也放假，然后刚选那个一半一半吧，一半的人可以来看。那我感觉还是开一下好了。明天晚上要是8:45，我也可以来开一下直播。然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直播聊天啊。我发的那3支影片呢，再去帮我看一下，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然后那个还没点赞的，现在20个点赞，现在35个人看，23个 ，OK。还没点赞的再帮忙点一下赞。今天差不多就先开到这里。好了，那个大家中东战事啊，明天还没开盘，还可以再骗自己一天，对不对？礼拜2的话呢，那个真的开盘的去年的清明节，大家不要忘记了哈，是选个台股铁顶板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你连假前没有做避险的，你也不要担心了，来不及了，对不对？就硬扛了，我也没有做避险，好吧？明天美股就会先开，大概可以先看到长什么样子。所以明天晚上9点半美股开盘的时候，我可以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礼拜1、礼拜2的台股大概会怎么样，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直播。明天晚上就先看一下好了。OK， 感谢元成晚安，元成晚安。今天差不多就开到这里，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今天直播声音调比较大声，然后那个画质有拉到4K， 不知道大家看起来跟之前的直播有没有差，好不好？之后应该就会维持这个设定。好了，那差不多要休息了，大家也早点休息，连假赶快把自己的那个精神补起来，对不对？不然又要上班了。玉婷晚安，T Mac 晚安。好了，感谢各位，睡觉休息了，10点半了，晚安，拜拜。